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很多朋友啊，经常给我留言说一个观点，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他说呢，叔，你的视频制作的非常精致，你讲话呢，有的话题讲得非常的深刻，但是你在日本的生活和你这一趟润的人生旅程，好像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我想知道中国人怎么润出去。润出去以后怎么生活？外国有什么工作和机会是适合我们这种初来乍到的华人的？您的生活具备观赏性，但它不具备实用性。OK， 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家庭。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来了日本10几年，然后也是我的助理，跟我工作6年的董婉小姐。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就是董婉小姐在日本的家。这个在日本呢叫一户建。那可能我们中国人会常常的把这种一户建呢称之为小别墅，所以呢这一栋建筑看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有幸福感的啊。从外观看起来呢，它大概是1楼是2个停车位，我猜这个车位里面装的应该就是董婉的电动车、摩托车，然后这面有一台他们家庭用车，就是一台还蛮不错的雷克萨斯。这个房子应该是没有院子的，然后从这个陡峭的小楼梯就可以见到我们今天的女主人董婉小姐。我已经听到孩子的哭声了。哦，Hello。哦，不好意思，我这不是边有点挤。就是每当你开门的时候，我都感觉我在悬崖之边缘。一般日本人都了解这块，他就会站下面台阶，以防我一推门把他推下去。明白。董婉，我给你拿了一些中国的首饰，哇，是我在大阪对比了差不多3、4家，我觉得这家还过得去。哇，那我可以。这些都是那个匠的牛筋。哇，我也不知道这个筋很不错啊，看我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牛筋没有那么容易发胖，所以我就买了很多。确实。是胶原蛋白，多做脂肪。太谢谢了，还能吃到我们家乡。这个是我们东北的那个，就是熟食，叫松仁小肚。哇，但它赏味期是到5号，所以你要这2天赶紧把它吃掉。好的。哇，这个我还没有吃过。煎华，你试试。煎华做一道，谢谢。这就是你的小家是吧？对，我们家比较小。其实这本来是个门，这也是一个小的合适房间。因为我觉得太小了，而且如果加上门之后，这边采光特别的不好，那很压抑耶。对，然后我就把门给去掉了。然后整个扩成一个长长的，这边可以小朋友啊，就是可以娱乐啊，然后这边是办公啊。然后这边可以看电视休闲呀，那边吃饭，就比较紧凑型。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我要给你很多我淘汰的家具，你死活不要了。我的天哪！就算我把它硬给放进来之后呢，也会显得格格不入。不是，是因为你家人多，但是我单看这个厅也不能算小。如果2个人住的话，还很 OK 的。哇，我们家现在五口人呢。我们是5口之家啊。是。就是等于说这边是一个走廊。对。然后里面是楼梯。对。楼梯上去2楼有几间房？2楼有3间。楼上楼下加起来一共有多少平？带车库吗？对。带车库的话120。带车库120。对。就是咱们日本指的这个120其实是壁内面积。对。那咱们相当于咱们内地的差不多150了。差不多，因为就是墙体也比较薄，然后阳台啊、走廊部分也不包含在内嘛，所以说其实应该比国内的120要大一些。对，我感觉比国内还是要大很多的。我来之前呢，特意去在手机里面翻了一下那个时间轴，然后我发现说最早期咱们的合影是2016年的5月份。是的。当时好像是在我们家院子里面，然后拿那个就是浇花的那个喷头这样子玩。对。最早那是第一次合影。是的。我真的不敢想象那个画面已经过去6年了，6年多。是的，真的是。关键6年多你一点都没有改变啊。有吧？没有，真的。
一点都没有冻龄了，而我不是真的是你刚才沧桑这句是基于很多各种复杂的生存原因，然后那倒没有，不要说出来，这是我的生存法则。你的生存法则确实是撒谎。没有，一本正经撒。但是这个谎言里面也有3分真心了，对吧？哎呀，你看一看，你绝对是没有怎么变。你看看我可能是这几年因为生孩子，就是全集中在这3年，就感觉我现在眼里面都没有光。但是我看你每次眼都非常亮，然后对生活就有一种，就是特别的有一种能坚持下去的那种劲儿，就是怎么说呢？永不妥协。东安有一点我不太能够理解哈，就是因为过去呢那么多年我再多次来，但是我本质上还是一个旁观者和游客。是的，是的，只是一个有身份的游客而已。是的。但是现在呢，我不是游客了，我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生活者。我跟所有人大家在一起都是一份子，然后我就更具象的，也更敏感的去观察着在日本生活的很多华人。是的，是的。在日本生活的很多华人，东莞，他们跟中国的躺平族有什么区别吗？躺平，他们可能躺得更平，我觉得。中国因为就是其实怎么说？你可以大点声，你可以大。阶级矛盾毕竟在那放着，就是大家的阶级问题比较尖锐。像日本呢，就是贫富差距就是没有像中国的那么大，有钱的人特别的有钱，不敢想象的有钱。穷人也特别的穷。是的，穷人引入尘烟。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环境中，我觉得很多华人就会，就是像日本很多人就感觉他们逆来顺受，给他们让他们创业，他们也不创。对，他们不敢，不知道怎么创业，害怕失败，就是他们生来就喜欢融入就是集体的做一个分母吧，做一个机器人。对对对，这是他们擅长的。所以说在这的华人为了怎么说融入这个大集体，也拼命的去躺平吧，这样说也比较是这样子。东莞前2天呢，我去了趟大阪。我去完大阪之后呢，就是跟一个华人就有聊天，那么她也是个女性，她说她是09年来到日本的，那到现在为止也有13年的时间了，在我心中已经是个老日本人了。当我说出来接下来我可能要学日语的时候，她就问我学日语要干嘛，我说我可能有一天会规划。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规划就是入国籍。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他就说出了一个我觉得并不新鲜的说辞，很多人跟我这么讲过，规划干嘛呀？你就拿永居不就得了吗？那都是一样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话我听到太多了。东莞为什么很多日本的华人他们都这样想呢？这是为什么？也关乎他们躺平的这个心态有关吧。就是他们喜欢就是都有退路，这么说比较好理解。我懂。怎么说？就是加入国籍规划就有一种视死如归。我知道，无路可退。对，因为我们中国的国籍也称为世界上最难入的国籍。当然，对，你一旦退出去之后，就是不可能会再能加入。所以说，大多数人呢，就是为了就是有个退路。其实祖国能不能再接纳他们，他们回去能干嘛，那都是另说了。只是有一个栖身所吧。那天我听他这么说以后，其实我有一点想跟他吵一架。因为就是不是因为他，而是大概可能有99个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但到第100个人的时候，我想爆发一下我的观点，我就问了他几个问题。那今天我也想把这个问题问给你，然后我也想问给所有可能对日本生活感兴趣的人。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叫做日本，那么日本有什么东西是日本独有的，或者是比较稀有的？我个人的观点，第一，
日本拥有全球排名第1的免签护照，可以横扫197个国家。董婉，永居能吗？想都不敢想，因为永居还是我们中国国籍，跟着我们中国的政策来走。当然，您去哪儿还是要办手续的。是的，只能说可能比普通的中国护照容易办一点，但是一样要办的。对，是的。拿着个本197个国家横扫，直接落地，能不能？不能，连港澳台我们都要办通行证。OK， 那么日本最精华的一部分，你现在享受不到。第2点，请问永居你的国籍是哪里？当然还是中国，对吗？对，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你是一个中国国籍的公民，然后某一个外籍国家给您发了一个长居绿卡。是的，是的，是的。我就跟你说，如果哪天中国一个政策下来，或者那天你的运气比较点儿低，海关咔嚓一剪子给你剪了，你有废话吗？不能任何的反驳，或者是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中国这方面我也是比较的，现在的比较的，我的词汇量比较。你只能说你很久没有回中国了。请问董婉，如果你是一个日籍的人，中国有办法留你吗？他就纵然是再讨厌你，他只能不让你入境，把你轰出去，但是他不可能留着你不让你走，对吗？是的，是的，是的。那这个永居能做到吗？当然不能。然后现在的永驻，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变成永驻的条件会变得审核制度会更严苛，就是现在新加入一条，就是可能会随时取消你的永驻。取消你的理由是什么？比如说以前永驻也是要更新的，大概6到7年更新一次。这种更新就是你填张表证明你住在哪里呀，然后你的情况一个基本的信息交上去，没有审核，然后直接再给你换新的在留卡，其实都是在留卡，只不过在留卡名字他们是永驻。然后这个政策也要改变。就是比如说你在，哎呀，我这个没有头绪啊，我这个前言不搭后语的。我想说的就是没关系，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讲日文，因为董婉的日文讲的有的时候比中文好多了。好的，我再理一理。等一下啊，这些情况呢，我也是听我老公偶尔提及，然后具体真实的怎么说吧，我说话我得负责任啊，我不敢，我现在又担心我说话我就聊聊天嘛。喝口水。你为什么这么紧张的，董婉？因为我没有接受过任何的采访，然后我这个人说话其实有一点语无伦次。对，平时就有一点，对。然后在日本待久了之后，这个语序问题和用词和停顿都是一个非常令人无语的事情。待时间长了，就是一时间只想到日语，突然会想不到中文什么词比较合适，所以这就是长期待在国外的人的一个通病。好的，语无伦次的董婉呢，刚才又忘记了，他曾经刚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先生给了他一些这方面的资讯，那个资讯他也没有讲，现在他又切到了别的话题。好，那个资讯到底是什么啊？就是现在的永驻政策呢，之前是你就是更新的时候，所谓更新就是怎么说呢？我是要从头解释一下更新，还是大概？他们能听懂吗？你讲日文就可以了。我的更新は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かね。哎呀妈，要不你还问我问题吧？我问我问题，我还能回答一点。OK， 刚才那一团浆糊就让它过去了，好吗？我们就只是看一下董婉这个，我们就当了解一下董婉这个人的个性了，好吗？然后那团浆糊讲了什么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董婉鲜活的个性。抱歉。你是哪年来日本的？我也是刚刚跟你那个聊天的女孩一样，09年来的。你也是09年来的？是的。当时你在中国是读完了高中是吗？对，读完高中，然后直接那年秋天，咱中国毕业不就是7、8月毕业，暑假的时候毕业，然后9月开始开学。对。然后我就过来日本读的是语言学校。你老家是哪里的？河南洛阳。
哦，好地方，洛阳我去过，而且我很喜欢洛阳。谢谢。聊到这儿，我大学选修的一节就是历史课，然后那个日本教授也是特别喜欢洛阳，他讲的那节课就是那学期的课，基本上就讲历史，然后中间会抽出来很多节课单讲洛阳，然后他对洛阳的了解以及龙门石窟啊、什么白马寺呀这些了解，比我一个洛阳人要了解的太多了。所以现在你回溯这一切，你一个洛阳人生活在了京都，生活在了一个仿造洛阳建的城市。是的，是的。然后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冥冥中的轮回注定呢？是的，是的，我觉得是的。包括京都的很多街道的命名还是有洛阳的。比如过去的左京区、右京区，他们曾经就叫做长安区和洛阳区。那么呢，洛阳在中国呢不是一个特别显赫的大城市，对吗？我们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小城市，在全国来讲。那么一个洛阳人呢，出了国以后，居然还跟他的洛阳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好玄妙哎！是的，看来我是这真的是喜欢。当年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的家长要把你送出来留学呢？当年其实我家长并不是很就是鼓励我出国，因为我是个女孩子，他们总觉得不放心。对，感觉一个女孩子，那时候其实我们洛阳的发达程度其实还比较不能说落后吧，不那么发达。然后其实留学的人就很少，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想出国。为什么？当时啊，可能受就是那种。这样不能说崇洋媚外，就是受外文化比较冲击比较多，包括歌曲啊，包括书啊。哪些文化冲击到你了？这点我比较好奇。欧美的居多吧，就是欧美那些唱歌的，还有日韩的，比如说漫画，韩国的那些个电视剧、书籍。那既然这么多国家都冲击你了，为什么当时你会选择来到东洋呢？因为我姑姑在日本，我妈妈觉得这样的话有一个亲戚总比没人认得好。对，就感觉还比较放心。然后就说那你要实在是想去，那就去留学试一试。然后我就高中毕业就过来了。那你的家庭条件其实算是哪个？你觉得自我客观评价，你觉得算是哪个档位的？在洛阳的话，就以09年的现状。洛阳的话只能说普通偏好一点点吧。我们家自己做的是做生意的，所以说可能比工薪就是上班族可能会稍微好那么一丁点。我们家努力能把我送出来。明白。然后09年的时候，就我所知啊，09年的时候汇率是很高的。是的，我刚来那会儿7。后来汇率一下涨到了8，当时交学费那个就是这肝儿疼啊！因为刚来日本也不能打工，那时候家庭条件真的是能送出来就不错了，然后就感觉各个方面就得稍微。我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啊，此刻今天日币的汇率是4.9，那么你想啊，董婉当年来的时候是8，甚至有一度快飙到了9，也就是现在的基本上将近2倍。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今天你在日本可以买2瓶可乐，在他的那个年代只能买1瓶。是的，是的，当时物价也很贵，所以就是刚开始上学还是不像现在的留学生这么阔气了，都是就是你从洛阳一个比较朴实的省，然后忽然间来到了日本，那日本的消费又是全球出了名的高，甚至可以说是排在前几名的高。是的，是的。然后呢，你又赶上了这个8的汇率来的，那当时你就看到了，比如说一个便当啊，比如盖浇饭，那可能就要人民币100来块钱。是的，是的。一瓶水可能要人民币14、15块钱。当时那个少女的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想着尽快能打工，然后能就是顾着我自己的生活费。然后做饭肯定是天天要做饭了。可是你学生去哪里做？在家里，然后出门就带个便当，然后去上学。
那学校没有食堂吗？有啊，食堂首先也是，虽说是学生价不那么贵，一就是价格，二就是实在是不是很好吃，就是它也比中国的食堂贵很多。那当然了，我出国那会儿一碗饭就是米线吧，也就1块5、2块。哦，在咱们内地，在我们洛阳，就是我上学那会儿，就是一下就是翻了几10倍的吃一顿饭。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剪头发，因为去理发店，当时的日本剪一次头发就要4000日元，只能是跟我老公，因为我们一起来的，然后就互相自己剪一剪。所以那段日子真的是记忆蛮犹新，就是不 ，stop， 你跟你现在的老公是那个年代就一起来留学的？对对对，我们俩一块从洛阳过来的。哦，等于说他家也是洛阳本地的。对，我们学日语的时候认识了。你们是来日本之前在日语培训班里认识的？对对，是的。然后他现在就是你的老公？对，也就那2个孩子的父亲。哦，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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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人生就这一个男人啊？是的，是的。从小到大也没有小吧，我都要18、9了，也没有从小了。那时候他比你更小？他比我小1个月啊。你说我老公年纪吗？1岁吧。没有，他比我小1个月了。是这样子的，您就是再小，他叫80后，你老公再大，人家叫90后。他每次拿这个话来酸我，说我一90后，说虽然只有1个月，但是正好跨上年了。就那1个月就跨了10代了。是的，是的。哼。OK， 董婉，从你们俩来到现在这13年的时间里面，那你们都是那种17、18岁来的。那在那么幼小的年纪到现在为止，难道整个的学生时代啊，包括后期，你们都没有去谈过别人的恋爱吗？我们因为怎么说吧，一个地方出来的，然后平常上学也在一起，语言，哎呀，我这说的是什么话？就是因为我们俩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就是语言共同话题比较多，就你们都能说河南话。他不怎么会说了。但是我们提到哪条路、哪个学校、哪个小吃摊都是了解的。然后我们有共同一个文化背景，就是长大的，就是从小大概受到的，比如说喜欢的东西、看的动画片也完全一致。然后吃的零食也一样，然后后来上学的轨迹也完全一样。那当然了，你们都上的一个学校，在一个培训班出来的。后来上大学我们也是选到一起了，然后选的就是专业也一起，后来一块读的研究生也在一起。然后就是常年的在一起。因为你知道我个人对爱情的理解是非常的不同角度的。是的，是的。那你这种恋爱的模式呢，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叫青梅竹马。这个就叫青梅竹马啊。那在当代社会，像你们这种就算是青梅竹马了。哇哦。然后你们双方彼此在整个的过程之中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说我来到日本了，那可能我会改变，那改变可能有学习上的改变，物质上的改变，也包括情感上的改变，你们都没有过这样的动摇吗？没有，一次都没有。就是我就是要跟我老乡结婚，就是感觉跟这个人比较谈得来，就是比较舒服。然后当时也是打工比较多，像我跟那你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找到一个比如说在当地很多条件比较健全的人，也许你可能会轻松一些，或者会便利一些吗？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没有就当时也是所接受到可能信息没有那么发达，也没有那么多，就是除了学习就是打工。然后平时差不多兴趣也差不多相同，所以就导致我们俩也没有那么多的其他想法。你觉得你们俩能够这样稳定的走过这13年，并且生了2个小孩，你觉得是你们本身的性格和人品互相之间特别的有默契，就适合生存，还是因为你们2个人可以说沦落异乡，然后彼此是对方的一种
港湾？应该都有。能等一下，我小孩幼儿园打电话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先ほどお電話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けど、はい。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寺井です。あ、すいません、お母様。お母様でいらっはい。しゃいますか？はい、そうです。すいません、預かり保育の件についてなんですけどもね、今日、打ち込みのお忘れ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はい、そうです。多分、1ヶ月まとめて、ちょっと、予約したんですけど、多分今月もちょっと私、不注意なので、すいません、ちょっと。で、今日は3時いうことやのから、なんとか入れられるんだけれども、はい。ちょっと今後これが続いちゃうと、教員の配置がなかなか難しいこともあるので、はい。必ず、忘れないように登録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ね。あ、すい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今日はお預かり大丈夫ですので、次回から必ず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はい、すいません。4時のお迎えで大丈夫ですかね？3時 ?3 時じゃなかった？仕事はちょっと一応3時半までですけど。わかりました。なるべく早くに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すい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失礼いたします。这个胖娃有几个月没见，好像大了一些，大了很多。大了以后你会发现他脸好像没有那么胖了啊，是，他脸变小了一点，是吧？是。还记得我吗？呀，最近长牙呢，看小舌头一直在外面。呀呼！来，胖娃给我抱一下。我坐着。他最近他太困了，他一困他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坐在我腿上就困？他是这个点他要睡午觉，他就是不睡。Sorry， 我没招你没惹你，对吗？好了，你看不哭了。怎么了？怎么了？哦，哎呀，惹我不开心，我不要营业，我现在困了，我不营业了。那你就睡呗。那你睡觉吧。当初买你们现在这个房子是你们家庭，是你家给的支持还是你老公家给的支持？我婆婆。你婆婆给的。然后当时买下来这栋房子要多少钱？哇，当时的汇率啊，我这个问题也是替所有观众朋友问的，因为 I don't care， 因为我不买。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古房子，就是二手房，所以说按照当时的汇率的话是100，哎呦，太久了，123人民币啊，对，123是。哦，那就相当于1万来块钱一平。哦，这个因为咱国内都是按平哈。对。哦，那应该是的。我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就帮大家换算了一下呢。那么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是日本的第一大的旅游城市。然后呢，这个城市呢，虽然说它的面积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它在日本的整个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是远超过大阪这种比较大的商业城市的。所以呢，京都的房价和京都的消费是要比旁边的大阪贵很多的。那么此刻董婉小姐住的这个区域属于什么呢？叫做福建区。福建区董婉，我刚刚在门口还在犹豫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观众朋友们形容福建区。如果我把福建区形容为平民区就行。这样会伤害你吗？啊，不会，这是大家都知道，京都人都知道。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去这样去定义它的，是吗？没有人会跳出来说我不是平民，我是贵族。那当然，他要是那根据他本人的这个身份也有关啊。我只能代表我。可是这样子，在你买房子之前，董婉，我觉得这些年咱们工作最不缺的一个经验就是看房子。是的，对吗？那就是我们看过各种各样的房子，从那种就10亿8亿的，完了到那种就1、2千万的，我们都看过。那按说，其实你要比其他的人对于房产了解的要多。对，我看的太多了。那你为什么还是买到了一个跟你们过去学校比较近的呢？是因为你在这一区生活惯了，是吗？也有这方面，我们周围吧，就是也熟悉了街道呀，然后
比如说很多就是小吃店也很多，然后包括我们的预算毕竟是我婆婆出的钱。这离龙谷大学远吗？其实不远。不远。对，大概其实电车的话一站地。那就等于说你们当年来这个日本的时候，然后就在龙谷大学旁边，后来就读了龙谷大学，然后再在龙谷大学读了研究生。是的。从研究生毕业了以后，然后呢又在这边租的房子。对。租完房子之后自己安家买房子的时候还是在这边，你一生就在这边是吗？目前是的。我最开始读语言学校的时候是在大阪。然后后来是因为上学通学方便，然后搬到京都，然后就觉得京都生活也蛮惬意的。是的。然后习惯吧。所以我就想问你啊，就是说我记得在你买房之前咱们看过很多房子，而且董婉我记得 maybe 我还记得当时我好像有跟你说这个蛮适合你的，那个蛮适合你的，我说了好几个适合你的。比如说我们在左京区看了几个新的一户建，大概也是在150到180之间，当时的价格大概是4000万左右。对啊，4000都200了呀，都快超2倍啦。我看看啊，这个是多少钱？123。那4000万就是200。对。123跟200，哇，差了老多了，差1/3了。所以这个123到200万中间差着几十万人民币，它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个问题，是吗？对，我婆婆毕竟也是我婆婆是上班族，她其实能攒到这一笔钱，已经在我们洛阳已经是很厉害了，就一下子也算是为了你们倾囊而出了。对。你觉得你自己日化了吗？因为我出来的比较早，因为上学阶段就过来，然后读的大学呀，就是包括研究生啊，可能我的思维潜移默化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公在家肯定是说中文的，然后跟孩子包括教育以后打算说中文，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能保持我们的，看我又去词穷了。尽量还是给孩子保留一点点他中国血统应该学会的东西。对，是的。是不是呀？是不是呀？说你呢？快该上学了。他现在会讲话吗？他不会，他完全不会讲话。他完全不会。然后你的大儿子已经会讲话了。对，天天一半中文一半日语的。那你的大儿子其实本质上来讲出生在日本，对，成长在日本，是的，就读在日本，母语是日语，是的，完全是。那么他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是什么？他指定不明白。你觉得你的儿子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 Japanese？他现在的认知可能还没有上升到这个层面，但是他会知道跟什么人说中文，跟什么人说日语，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就是他的同班同学有一个中国的妈妈，他会对那个中国的妈妈自动切换成中文。然后我们教育他，就是在家他有时候会突然开始说日语，我说你要说中文，这样呢，就是姥姥在家也能听懂，然后。这样我们是中国人，也就是一定要会讲中文，在家我们就必须要说中文。出去的话，爸爸妈妈可以跟你说日语，但在家的话，我们还是要求说中文。目前他没有，就是有，比如说就抵触，他还是比如说前一句说日语，说中文，然后他就马上会切换成中文，还可以。那么在日本的校园，那是一个纯日本的主流环境，对吗？对，因为那个是你不能选择你身边坐着谁。是的。那么在一个日本的学校里面，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觉得这个大家会有异样的眼光吗？还是觉得说没问题？怎么说吧，我这个大概了解了一下，好像听很多就是妈妈们说，就是孩子长大了会有一些就是抵触中文，甚至于就是感觉自己爸爸妈妈
出生于中国就有一些不骄傲，对，不骄傲这种情节是会有，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心。因为我们其实一生走过了很多地方，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教育，我们是脑子里可以自动过滤很多东西的。是的，但是孩子呢，你知道他是一个集体社会的一份子，他有的时候当自己某一方面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想消除这个不同。是的，因为消除这个不同是为了让他自己融入到更好的那个集体里面去。对对对。所以你觉得当你的大儿子再大一些，也许会面对这个问题，比如到小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觉着周围很多小朋友，就是在国外出生的小朋友，就是爸爸妈妈跟他说中文，他会用别的语言来回，他其实能听懂，但是他也可能于害羞怎么来表达，也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和就是不想表达。那他在他的学校里面一定会把自己的中文完全隐藏掉，然后因为他所有说的日语也没有口音嘛，都是一起成长起来的，然后他就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日本孩子，只不过是回到他的家庭以后，面对这些姥姥啊这种中文成员，他不得不去说一部分，是吗？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也比较担心这方面。看你笑的，小核桃。所以在你所知道的日本华人小孩长大了以后，这个认知度普遍肯定都是不高的，对吗？是的，我也比较担心，就像他们这种土生土长的，有好多就是比如说上完小学，然后过来日本读中学或者读高中那种，那个还好，中文也很棒，日语其实也挺好的。像他们这种土生土长的，就像夏桑刚刚说的，为了消除自己的不一样，可能就会隐藏特别深，然后自己洗脑。喵喵喵，喳喳喳。是啊，我不想让他们忘记中文。不过你任重而道远啊。没关系，下个月呢你就开始复工回来上班了。然后呢，我这次回来以后呢，也就没打算走了，可能我也回不去了，因为我把自己的后路斩得一干二净哈，就连一条船都没给自己留。所以呢，剩下的时间就得是大家共同进退的去想，在这个国家我们如何把自己建立起来，找到那些我们能做的，别人又不能模仿的产业。是的，我们共同努力。OK， 好嘞。那就不打扰你和你的小孩享山林之乐了啊！今天谢谢了，拜拜，你赶紧回去接你的大儿子好吗？好的，拜拜。